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人到了一定年纪，都会慢慢发现一件事，身边有些人越来越有钱，表面看起来风光体面，可你跟他坐在一起，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不是他没礼貌，也不是他对你不好，而是一种说不出口的不安。你会发现，钱多了，人却变了；话多了，心却远了。很多人年轻的时候，以为有钱就等于可靠，觉得一个人只要事业做大了，资源多了，人脉广了，就值得深交。可走过一些路之后才明白，钱能证明能力，却从来不能证明人品。佛经里早就提醒过我们，世间最容易迷惑人的，不是贫穷，而是富贵。增一阿含经里有一句话，大意是说，财物增长时，人的烦恼也会跟着增长。钱本身没有善恶，可一旦心没有站稳，钱就会把人内在的习气全部放大。原本就自私的会更自私，原本就爱算计的会算得更精，原本就虚伪的会装得更像。所以今天想跟你慢慢聊的，不是有钱好不好，而是有些人就算再有钱，也要学会看清。不是要你远离所有富人，而是要你分得清什么样的人适合来往，什么样的人只适合点头之交。第一种人，往往是你一开始最容易被吸引的。他讲话很有气势，做事很有效率，朋友圈看起来永远在谈项目，谈格局，谈未来。可你跟他相处久了，会发现每一次对话，最后都会绕回他自己。他听你说话，却从不真正关心你的处境。他问你的近况，只是为了判断你现在有没有利用价值。佛法里讲我执，说的就是这种状态。一个人心里只有我，就算表面再成功，关系也一定是冰冷的。你在他眼里不是朋友，而是一段关系，一种资源，一张可以随时拿来用的牌。这样的人有钱之后，只会更清楚地计算付出与回报，不会多给一分情谊。第二种人看起来比第一种温和得多，他会请客，会送礼，也很懂得做人情世故。可你慢慢会发现，他的好从来不是无条件的。今天他对你好，是因为你刚好能帮上忙。明天你一旦走下坡，他的态度就会跟着冷下来。不是翻脸，而是自然的疏远，好像你从来没有重要过。法句经里说，世间多是以利相交，利尽则散。这句话听起来很现实，却一点都不残酷，因为它只是把人性说清楚了。真正让人受伤的，不是对方离开，而是你曾经误以为那是情谊。跟这样的人来往，越到后面心会越累，因为你永远要证明自己还有价值。第三种人，往往在有钱之后，开始习惯站在高处看人。他说话开始带着评断，做事喜欢指点江山。他会告诉你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没前途的，却很少真正倾听。你跟他分享困惑，他会立刻给你一个结论，而不是陪你走一段路。佛家讲平等心，可这种人最缺的恰恰就是平等。他不是坏，而是心已经被成功绑住了。他忘了自己也曾迷茫，也曾无助。跟他深交，你会慢慢怀疑自己，觉得是不是不够努力，不够聪明，却很少意识到，那其实只是他的视角，不是真理。慢慢讲到这里，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，这些人并不是突然变坏的，而是钱让他们原本的样子更加明显。就像一杯水，清不清澈，只有在光下才能看得清楚。有些人适合远看，不适合靠近；有些关系适合点头寒暄，不适合交心。看清并不是看清，更不是怨恨，而是一种成熟。有些人真正让人防不胜防，不是因为他们锋芒毕露，而是因为他们太懂得隐藏自己。表面看起来谦和有礼，说话温温的，
做事也不张扬。你会觉得这个人不错，有分寸，也有修养。可等你靠近了，才发现他的世界里从来没有真正的位置留给别人。第4种人，就是这种表面讲情义，内心却极度现实的人。他很少拒绝你，也很少真正答应你。他永远保持在一个刚刚好的距离，让你以为彼此很熟，却又始终走不进他的心里。你有难的时候，他会安慰你，却不会真的出手。你顺的时候，他会出现得特别勤快，好像一直都在。佛经里讲缘起缘灭，一切关系都是因缘和合。可这种人把因缘当成工具，他不会明说利用你，但会让事情自然地朝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。你若不留神，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付出很多，回头却发现关系始终停在原地。这样的人有钱之后，往往更擅长经营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，因为钱让他有底气，不必依赖任何人，也让他更清楚如何控制情感的投入。他不会亏待你，却也不会真正与你同舟共济。久而久之，你心里会生出一种说不出的空，好像一直在付出，却从未真正被接住。还有一种人更让人唏嘘，他不是算计你，也不是利用你，而是始终活在自己的恐惧里。第5种人，往往在有钱之后，对失去变得异常敏感。他害怕被背叛，害怕被算计，害怕有一天一无所有，所以他会提前把所有门都关好，把所有人都挡在外面。他对朋友开始设防，对感情开始怀疑。你的一句无心之言，他会反复揣测；你的一次沉默，他会想成动机不纯。他不是不善良，而是被财富带来的不安全感绑住了。佛法里说，执着是苦，而这种执着正是对拥有的执着。跟这样的人深交，你会很累。你要小心翼翼地说话，反复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你会发现，不管你做得多好，他始终留一手。时间久了，你会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所有的信任本来就不该存在。说到这里，也许你会问，那是不是有钱的人都不值得深交？其实不是。佛经从来没有否定财富，而是提醒人心。真正的问题不在钱，而在一个人有没有能力在拥有之后依然保持清明。有些人有钱了，反而更柔软。他们懂得感恩，也记得来路。他们不会因为站得高就看轻别人。这样的人，你跟他在一起会感到安心，而不是紧张。你不用时时证明自己，也不用担心被衡量价值。所以，看清这5种人，不是为了让你变得冷漠，而是为了让你把心用在对的地方。关系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是越真实越好。宁可朋友少一点，也不要在一段始终不对等的关系里消耗自己。当你慢慢看清这些人之后，心里往往会出现一个空档。这个空不是孤单，而是一种从热闹里退出来的安静。你会发现，原来以前很多聚会并不是因为真的想见谁，而是害怕落单。很多来往也不是因为投缘，而是担心被世界落下。佛法里常讲独处的功课，不是离群所居，而是在不依赖外界肯定的情况下依然站得住自己。一个人若不能独处，就很容易在关系里迷失方向。看不清是因为太想抓住。很多人之所以会被那5种人吸引，其实不是不聪明，而是内心还在寻找安全感。你希望有人带你往前走，希望有人替你确认方向。可一旦把这种期待放在别人身上，就很容易被牵着走。钱多的人刚好看起来像答案，于是你不自觉地靠过去。楞严经里有一句话说，众生迷失，本来清净的心却向外攀援。你向外看的越多，内心就越乱。你想从别人身上得到确定感，反而会越来越不安。真正的稳定从来不是靠谁给的，
而是你自己慢慢生出来的。当你不再急着融入任何圈子，你的眼睛反而会变清楚。你会发现，有些人虽然不富有，却让你放松。你不用解释太多，也不用表现得很厉害。你失败的时候，他们不会急着给建议，只是陪着你。你沉默的时候，他们也不会追问。这样的人往往不显山不露水，他们不会告诉你大道理，却在细节里让你感受到尊重。佛家讲慈悲，其实并不宏大，就是在关系里愿意为对方留空间。你也会开始重新理解深交这2个字，不是无话不谈，而是有话可听；不是天天联系，而是久不见面，心里依然踏实。这样的关系不需要用金钱来维系，也不怕时间拉长。慢慢的，你会学会一种分寸，不是所有邀请都要答应，不是所有好意都要接受。你会懂得，有些场合去是消耗，不去是修行。佛法里说，知足常乐，而知足的第一步是知道什么不需要。当你站稳之后，再回头看那些有钱却让你不安的人，心里就不会再有波动。你不再想证明什么，也不再期待他们的认可。不是你看透了他们，而是你看清了自己。回到最初那个问题，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很有钱，却让你越相处越不安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不是因为他们的钱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心已经不再与人平行，而是开始居高临下，或是处处设防。佛法讲因果，但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果，而是不自觉的因。当一个人习惯用利益衡量关系，用得失判断来往，他自己也会慢慢被困在其中，看似掌控一切，内心却越来越孤独。你若太靠近，很容易被卷进他的世界，一起承受那份不安。所以看清并不是叫你去评断谁好谁坏，而是让你在关系里学会自保。不是防备人心，而是不轻易交出自己的心。真正成熟的人，不是看谁都有问题，而是知道自己适合站在哪个位置。有些人适合远远祝福，有些人适合偶尔寒暄，有些人才值得你慢慢靠近。维摩诘经里说，心静则国土静。你内心清明了，世界自然就安静下来。你不再被外在的光芒晃眼，也不再因为别人的拥有而动摇。你开始明白，真正值得深交的从来不是财富，而是一个人面对世界时的态度。当你能在关系里保持安稳，你就不会被表象牵着走。你会看一个人是否言行一致，是否在你低谷时依然尊重你，是否在有能力的时候依然懂得谦逊。这些东西钱买不到，却最容易被忽略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生活其实不需要太多解释，你不必向任何人证明自己过得好不好。懂你的人不用解释，不懂的人解释也多余。佛法讲无常，讲放下，其实就是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比较。很多人听到这里，心里会出现一个小小的疑问：如果我什么都看清了，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孤单？会不会到最后身边只剩下自己？这个担心很真实，因为我们从小被教的是合群，是经营人脉，是多认识人。很少有人告诉你，有些关系少了反而心会轻一点。佛经里讲行住坐卧，修行不在山里，也不在庙里，而是在日常。你怎么吃饭，怎么走路，怎么跟人说话，其实都在修心。交朋友也是一样，不是看数量，而是看你在关系里是不是自在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坐在你旁边，就算一句话不说，你也不觉得尴尬。可有些人，哪怕饭局坐满一桌，你却一直想找机会离开。不是你不合群，而是你的心在提醒你，这里不适合久留。很多人真正的消耗，不是在工作上，而是在关系里。你为了不被看清，硬撑着聊不感兴趣的话题。
你为了维持关系，答应不想答应的邀约，你以为这是成熟，其实是慢慢把自己用完。《中阿含经》里有一句话说，智者知量，知道什么该拿，什么该放，知道什么时候靠近，什么时候退后。这不是冷淡，而是对自己负责。当你开始尊重自己的感受，你会发现世界并没有因此抛弃你，反而有些关系会自然留下来。那些留下来的往往不声不响，却很稳。你不需要表演成功，也不需要假装热络。你慢慢会懂得一件事，真正能陪你走长路的人，不是站在高处拉你的人，而是愿意在你原地停一下的人。有钱这件事本身没有错，错的是有些人在拥有之后把心弄丢了。而你要做的不是去提醒他们，而是把自己带回正的位置。当你心里站稳了，你看世界的角度就会变。你不再急着融入谁的圈子，也不再害怕被落下。你会知道，有些热闹错过也没关系，有些门关上反而安静。走到这里，这5种人你已经看得很清楚了。不是要你从此对人冷淡，而是让你把温柔留给值得的人，把距离留给消耗你的人。这不是世故，是清醒。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：一个人真正的富有，不在他拥有多少，而在他有没有能力让身边的人感到安心。看清人，不是为了疏远世界，而是为了在这纷乱的人间留下真正值得你坐下来的人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